嗨，大家好，我是马古鲁，这是旅行人事物 Podcast 第1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有关东京迪士尼乐园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你可能听说过东京迪士尼明日世界于2024年宣布关闭，但别担心，这是为了进行一次宏伟的重建，让这个神奇的主题乐园变得更加令人惊艳。根据最新消息，重建计划已经展开，明日世界园区内的太空山游乐设施将于2024年关闭，并进行重建，其周边环境也将着手改造。而全新的太空山与明日世界广场预计于2027年登场，相信吸引更多游客到来。从1983年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园以来，明日世界园区内的太空山一直是热门的游乐设施，像是巨蛋建筑中的室内云霄飞车，游客搭上它体验高速穿梭在银河系和流星群之间的刺激旅行。去年1月我们去东京迪士尼乐园就有玩这个游乐设施，而如今东京迪士尼营运商宣布将投资560亿日元全面改造太空山及其周围环境，打造更具未来奇幻氛围的游乐世界。未来将保有原有的室内云霄飞车形式，再加上更加刺激的新性能与灯光效果，带领游客体验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宇宙之旅。而太空山周边也将塑造成全新的明日世界广场，其将以宇宙与地球相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为理念来打造，让来此的游客能够感受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度过悠闲时光。到此后呢，夜间园区也会透过灯光与声音效果，引领人们走进这个奇幻世界。就目前公布的效果图来看，除了能够观察到太空山的建筑外观更具科技未来感，其周围广场的设计也带有连结性，让人一踏入其中便迫不及待展开太空旅行。我真的觉得日本人总有求新求变的精神，对于游乐园设施更新很热衷。就像我昨天才知道，环球影城又增加一个新的游乐设施，就是鬼灭之刃的主题。然后像我们去年去一趟名古屋，一趟东京，就发现日本在3年疫情期间都有在建设更新，就像最近都心摩天大楼、麻布台之丘在去年开张，其中主楼升 JP 塔取代了大阪的大贝野，成为日本最新第1高楼，不得不佩服他们。再来想跟大家聊一聊，虽然不是跟旅游人事物有关，但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前几天看到 Netflix 的一部纪录片《那夜金曲不朽》。你有听过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吗？相信6年级以上的同学应该都听过这首歌。1985年1月的某个晚上，乐坛巨星齐聚一堂，合录了这首《四海一家》，创造历史性的一刻。1984年，非洲面临着20世纪最严重的大饥荒与大干旱，其中伊索比亚饥饿最为严重。非洲共有24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约有 1.8 亿人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当时英国歌手 Phil Collins 看到新闻中非洲伊索比亚等地区的人民长期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于是与米兹尤瑞在圣诞夜之前提出构想，由鲍勃·格尔多夫担任召集，与数十位艺人以 Band Aid 为名组建了团队，共同录制了单曲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并进行义卖，义卖所得用于捐助非洲灾民。单曲推出后，在国际上反应热烈，仅仅在美国与英国就卖出约320万张唱片。而受到英国歌坛 Band Aid 这项义举的启发，美国歌唱界当然不落人后，由黑人歌手哈里·贝拉方特提议为声援非洲的大型慈善捐款活动创作歌曲，获得当时众多歌手支持与响应。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是兰若·里奇和麦克·杰克森两人费了4天的时间写曲。兰若先完成一部分，而麦克看到后灵感大发，一夜之间就把全曲写好。之后他们又花了2个半小时作词。为了普遍推广此曲，歌曲也力求简单易学。单曲完成后推出问世，受到欢迎的程度难以想象，短短数周便狂销700万张，成为空前最畅销的单曲。1985年1月28日晚上，由昆西·琼斯担任制作人，45位歌手在美国洛杉矶 A&M 录音室里用了1个通宵的时间录制完成独唱和合唱的部分，以及同步录了音乐录影带，也就是 MV。 你可以想象在那时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经过后期制作与合成，该歌曲在同年3月7号公开。在之后发行了幕后制作花絮录影带中，详细披露了当时这首歌曲的制作过程。我也是看了1个小时37分钟的幕后花絮，才知道那天所有歌手在晚上11点多陆续到场，所有的歌手还参加音乐颁奖，结束后就赶来录音室，所有歌手到场，大家互相介绍聊天。不久，制作人很聪明的就请发动援助的召集人简单的演讲，告诉大家因为非洲干旱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录制这首歌，并进行义卖，会将所有的所得捐助给非洲灾民，才让所有的歌手们意识到此曲的意义重大，认真的录制这首歌曲。而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小插曲，还是一一的克服，最后到了凌晨，早上7点多才完成录制，看了就很感动。随着时间的消逝，我都快忘记了这首歌，不然每次听到这首歌，不自觉的会跟着哼。看到他们发挥人逆己逆、人积己积的精神，用一己之力来帮助需要的人。好了，这集就到这边，祝您一切顺心，我们下次见。